嘿，我的小伙伴，有人在评论中提到了希望多说说这个有趣的话题的想法。那么，小伙伴们认为自己是聪明人吗？你可能比自己想象的要聪明。这支影片就来说说聪明人从不注意的7件事，以及他们会做的事。1. 限制性信念。心理学上有大量的科学研究向我们展示了我们的思维方式是如何影响我们的生活的。事实上，他们都支持这样一个观点，即我们只能在我们的思维允许的范围内走得更远。虽然大多数人可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我们中的许多人都用自己的限制性信念阻碍了自己获得幸福和成功。当我们屈服于对失败的恐惧、对孤独的恐惧、对拒绝的恐惧、对尽力而为的恐惧，以及对发现自己真正能力的恐惧时，我们就限制了自己的能力。但聪明的人已经学会了放弃这些限制性的信念，并因此找到了真正的成就感。2. 如果会怎样？情景。更多人不愿意浪费时间的另一件事是设想本来会发生什么，因为他们知道这样做没有意义。他们不会沉湎于过去，也不会纠结于自己的错误，因为正如玛雅·安杰洛曾经说过的那样，在知道做到更好之前，会尽自己所能做到最好，然后当知道如何做到更好时，会做得更好。这就是为什么他们能比其他人更快从失败中恢复过来。他们不害怕回顾自己的错误，因为他们不让自己沉沦、自怜、自责。3. 他们的自我。不管我们是否愿意承认，我们中的很多人都心存愧疚，不仅因为过去的错误影响了我们现在，而且也影响了我们过去的成功。有时候，我们会被我们的成就和胜利膨胀了我们的自我，让我们高估了自己的能力。但聪明人不会犯让自己变得懒惰或傲慢的错误。他们保持谦虚和脚踏实地，不断寻找新的成长机会。他们想要尽可能多的学习、尝试和做尽可能多的事，因为他们有一种永不满足的欲望，想要成为最好的自己。4. 物欲。有研究发现，物质欲望会损害到我们的整体幸福感和对生活的满意程度，还会滋生出嫉妒和竞争，损害到我们的社会关系。虽然我们可能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但是放弃我们的物质欲望，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然而，能让聪明人与众不同的就是，聪明人会有意识地选择关注内在目标，而不是外在目标。因此，虽然物质主义者会更残酷、更自私，但其他人更愿意满足我们对归属感、自主性、自我实现和情感满足的需求。5. 享乐主义倾向。有没有注意到，更聪明的人往往更负责任，更少惹麻烦？当然，这并不是说聪明的人头脑僵化，不知道如何获得乐趣，而是说他们不会屈服于享乐主义倾向，不会冒不必要的风险。他们更喜欢有条理的生活方式，而不是杂乱无章的生活方式。他们避免仓促行事，因为他们明白每一个行动都有意想不到的后果。他们也会注意自己的言行对他人的影响，尽量不让自己的情绪上头。6. 谣言和八卦。另一个大家可能没有意识到的聪明人的重要迹象是对谣言和八卦不感兴趣。正如苏格拉底曾经说过的，大智论道，中智论事，小智论人。所以聪明的人不会浪费时间和别人八卦，因为他们不觉得那种谈话令人兴奋或有趣。他们也知道不能只凭名声来判断一个人，而且在这方面比大多数人都更开明。这就引出了我们的下一点，也是最后一点。7. 其他人对他们的看法。就像聪明人不喜欢八卦或谣言一样，他们也不喜欢关注别人对他们或他们的想法的看法。他们不会让对评判或拒绝的恐惧阻止他们实现自己的抱负和追求自己的激情，因为他们知道那些介意的人无关紧要，而那些重要的人也不会介意。他们不怕做自己，即使这会让他们不受某些人的欢迎，他们也不会让别人的消极情绪阻止他们实现自己的想法，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那么，大家有我们刚才提到的这几点吗？你觉得自己很聪明吗？因为根本不注意这些事吗？记住，聪明是个客观形容词，它可以指很多不同的东西。我们所有人在某种程度上都是聪明的，也都有需要改进的弱点。大家喜欢这支影片吗？记得点赞并分享给更多小伙伴，他们可能也会从中发现真知灼见。一定要订阅我们的频道，并开启小铃铛，以获取更多内容。
参考文献在资讯栏。感谢收看，下支影片再见。